只有中国的街头小吃能把一张薄饼卷成100亿生意。在海外，类似的薄饼类食物要么是餐厅里的配菜，要么是家庭作坊的简易餐点。美国的可丽饼多依附于甜品店，泰国的薄饼只在旅游景区零星售卖。全球范围内，只有中国的煎饼果子实现了从街头小摊到连锁品牌，从早餐刚需到全场景消费的跨越。数据显示，中国早餐市场规模早已突破2000亿元，而煎饼果子作为核心品类，市场占比逐年攀升，预计未来几年将突破300亿元大关。可从3元一个的路边摊到27元一套的高端套餐，从手工线摊到标准化生产线，这张煎饼到底凭什么卷出了一片100亿江湖？这是一份清朝时期的山东煎饼，烙一张饼，抹点酱，加根葱，就是当时人们的活命粮。这玩意儿硬得跟铁皮似的，好处是耐放，能存大半年，战乱或者收成不好，全靠它救活了不少人。而真正让它从活命粮变成国民早餐的，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，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，催生了庞大的流动早餐需求。这时候的煎饼做了升级，绿豆面或玉米面做的饼皮，加水调成糊状就能现摊，再打个鸡蛋，加根油条或薄脆，抹上酱料，整个制作过程超不过5分钟。除了城市化带来的需求红利，煎饼果子能普及还离不开技术适配。上世纪90年代，国内食品加工技术还比较落后，大多数早餐要么放不久，要么做事起来太麻烦。但煎饼果子不一样啊，饼皮原料是粗粮，容易储存，制作全程高温加热，相对卫生，酱料还能提前调好，批量用。对于当时卫生条件有限的街头餐饮来说，这些优势让它在众多小吃里一下子就冒尖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煎饼果子还特别符合中国人的饮食。作为传统粗粮食品，它天生就带健康标签，什么玉米、小米、绿豆这些原料正好契合了咱们药食同源的想法。后来大家越来越重视健康饮食，对油炸食品没那么感冒了，而煎饼果子可以少油甚至无油做，还能加蔬菜、鸡胸肉这些食材，这就让它在健康化浪潮里又抓住了机会。说到这儿啊，可能就有人会问了，中国特色小吃那么多，为啥偏偏是煎饼果子火了？不是驴打滚、热干面或者肉夹馍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热干面地域限制太严，离开湖北没几个人爱吃，肉夹馍做起来复杂，想做到全国一个味儿太难，驴打滚这类甜点根本当不了主食，满足早餐需求。而煎饼果子能成功，核心密码就是它的包容性和可塑性，这才让它突破地域限制，火遍全国。先说说它的包容性啊，它的基础结构特别简单，饼皮加馅料加酱料，就像个美食容器，能随便融入各地的饮食特色。在山东会加当地的杂粮面，这样做出来的饼皮更厚实有嚼劲。在东北酱料里会加芝麻酱等等，这种入乡随俗的特点让全国人都能接受它，不管你是南方人还是北方人，都能找到合自己口味的煎饼果子。再看可塑性，这一点比海外的薄饼类食物强太多了。就说美国的可丽饼，馅料大多是奶油、水果这些甜食，顶多加点咸肉，品类单一。在咱们国内呀，只能当下午茶或甜品。泰国的薄饼也差不多，主要是香蕉、巧克力馅，就是个休闲小吃。但煎饼果子不一样啊，既能当早餐，也能当午餐、晚餐，甚至夜宵，消费场景能无限延伸。除了产品本身的优势，咱们汉字文化圈独有的美食传播属性也帮了大忙。就像汉字信息密度高，才让字幕在国内普及一样。煎饼果子这名字简单好懂，容易传播。煎饼说的就是做法，果子就是指里面的薄脆配料，老人小孩都能记住。而海外的薄饼名字大多复杂难记，比如意大利的 Piadina， 墨西哥的 Tlayuda， 光念对都费劲，更别说能在国内被传播了。在大家印象里，煎饼都是路边摊，可实际上也出现过一些连锁品牌，比如皇太极。早在13年前，皇太极就已经出现了。一个煎饼摊1个月就能打造150万加的流水，先后累计融资超3亿。然而短短5年后，皇太极就在一夜之间崩塌，资金链崩了，上千人被裁，创始人上失信名单等等。可皇太极为什么会败呢？说白了，煎饼果子对消费者来说本身就是一个路边摊，一个最简单不过的路边摊，你给它扣上高端的牌子，谁还会去吃呢？毕竟在餐饮这个行业，不是所有的餐饮都能做高端，煎饼果子就是其中之一。那么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心里最好吃的煎饼果子是路边摊的还是连锁品牌的呢？